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3月8号。今天我们的话题我是想谈一谈2020年对美国是大选年，对中国是根治内乱年。那么这个年份对于习近平和川普来讲是谁的滑铁卢的年？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关于中共未来的命运和美国川普今年大选他的命运。那么昨天也就是3月7号，中国呢发生了2件比较引人注目的新闻大事。第一个就是在福建省的泉州市一个里城区有个叫嘉兴酒店，这个酒店呢突然倒塌了。这个酒店有6层，它的第1层呢是很多店面，楼下呢都是大家开店的临街的那些店面房，上面呢是它这个酒店。这个酒店很新啊，这个酒店是2018年才刚刚开业的。你想想看，2018年开业的酒店到2020年就倒塌了，这种豆腐渣的建筑酒店怎么能通得过当时的审核呢？无论是它的建筑质量还是它酒店的这个营业管理，这种酒店这种工程质量在仅仅开业只有1年多的时间就倒塌了。它的这个当时所有的这些手续是怎么通过的呢？就是中国的这个腐败啊，它不到这个大的疫情发生，不到整个这个社会产生一个矛盾剧烈的时候啊，你是看不出它里面有什么的，都是欣欣向荣啊，过去都是车水马龙、灯红酒绿啊，好得很啊。但是当这个大的疫情到来之后，所有的检验就出来了。这个酒店居然是当地政府安排的隔离的酒店，也就是这个酒店里面住了好几十个人，这几十个人都是当地政府把他们安置进去隔离的。本来人家在家里面好好的，你现在说他有可能会被别人感染，把他送进去隔离，但是隔离你至少给别人一个安全的地方隔离哇。本来人家可能没有病死到这个里面，给你这个大楼倒塌，给你砸死了哇。后面接一下，我都基本上每个安有人。快点，你层层的人送过去哈。跟着人家一层一层送过去哈。他脚上扎了玻璃，到那个屏幕上大家躺一下。好，大家来有多了，有在分一下。好，这个材料带了一套。跟着那个领导出去。然后那个赶快把资料存进去，给他给我。我们有没有带？没下去。那个，拿这边抬呀，抬呀，这边有人，这边抬一下，你们2个人接一下嘛，来帮忙呀。递出去，不要跟他讲，等一下，我一个人会跑。所以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片歌舞升平里面的一个代表之作。也就是说，如果不是这个疫情爆发，可能谁也没有去关注过，也不存在有那么多人会因为隔离会送进这个酒店。但是这个酒店作为一个新酒店，2018年才投入使用的，几天就倒塌了。那么相关的责任人员在哪里呢？到了这个时候，责任人在哪里？可能责任人现在没有找出来，现在感恩的人都找出来了。发生的第2件大事就是武汉市的这个市委书记刚刚去的这个王忠林，一个早上交警大队大队长出身，一个老警察出身，只懂得粗暴办案的这么一个警察，他在武汉发表一个要求武汉人民感恩党中央、感恩习近平。我不知道他这个究竟是高级黑还是低级红。到了这个时候，你叫武汉人民感恩习近平，这个武汉的灾难谁造成的？这时候武汉人民可以讲叫惊魂未定，怎么去感恩啊？所以王忠林呢，他就把这个马屁呢一下拍到马蹄子上了。结果他这个要感恩的话语一出呢，全国的舆情都在愤怒。大部分人在网上对这件事的评判都是完全在驳斥王忠林，都在讥笑王忠林，都在怒骂王忠林。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舆情汹涌呢，中宣部有点慌了。因此在3月7号，他们就专门由国新办召开了一个视频会议。这个视频会议基本上把中国主要的媒体，什么人民日报啊、新华日报啊、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也就是中国大小的官媒、国家级的官媒，
以及湖北省的几家主要的报社，然后呢，他们在这个里面去总结经验，要求呢立即叫停王宗林呢他这个吹捧习近平，要求整个武汉人民感恩习近平的这个文章。他就说长江日报把关不严，现在要考虑到武汉人民的感受，而且中宣部部长黄宏平亲自打电话来，要求大家考虑到在目前状况下武汉人民的感受，所以现在我们谈感恩这个问题呢，反而刺激了人家。这个新闻报道的出现呢，不但没有提高习总书记一尊的地位，相反呢，让很多百姓呢把这个自己的这个苦难呢指向了一尊，指向了习近平。这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宣传导向呢，处理的很不好。因此来讲，他们现在紧急叫停了。这也就是说，王宗林本意他究竟是要捧习近平、吹捧习近平呢，还是通过他在吹捧习近平中想转移一点自己个人的责任呢？我可以讲，现在中共啊，在中共高层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就叫三王乱席，一尊崩塌。什么叫三王乱席呢？第一个就是王沪宁。王沪宁在前几天搞了一个《大国战役》这本书，这个《大国战役》这本书跟王宗林吹捧武汉人民必须感恩习近平一模一样的套路啊。中国整个的这个疫情四起，目前来讲可以讲叫武汉人民深受封城的痛苦。目前来讲，在整个武汉还是湖北疫区，绝大部分的湖北人民、武汉人民现在可以讲叫水深火热，而全国现在疫情都在不断的蔓延和扩大，根本就没有丝毫的好转，哪有什么拐点出现？在这个时候，可以讲疫情仍然非常严重，怎么控制瘟疫传染，这是中国现在最重大的一件事。但是他们在这个时候是什么？他们这个时候开始来歌颂共产党，歌颂习近平，搞个什么大国战役，已经开始歌功颂德了。习近平被这个歌功颂德的这本书上架以后，不但没带来任何对他的称颂，绝大部分人对他都是讨伐，所以这个大国战役他赶紧下架，因为大国领袖反而蒙尘了嘛。这是中共在宣传上面的一错再错。中共整个在处理整个疫情四起之后，他们很多这个举措啊，都可以看出共产党这个多么的邪恶。他一开始到外面什么开了包机去接了一部分侨民回来，他接这个侨民回来，你以为真的他是对侨民多么爱惜吗？他实际上是做给中国广大草民看的，让你们看看，你看我党多么伟大，我们多么英明，我们的侨民在海外，我们把他接回来。他把他接回来，接到哪里啊？接回武汉哇，接回武汉接受封城哇，接回武汉准备去方舱医院嘛，把他往火炉里面送哇，这就是他们接回来。但是他对草民讲，我们大国有责任，你看我们把我们的侨民接回来了，你以为他们用包机把你接回来是来给你享受荣华富贵的啊？说不定就是把你送进方舱医院，说不定就直接把你送进火神山，把你送进火化炉了。但是他对普通老百姓去宣传，就说他多么有责任。你看到好像他把自己所谓亲人在祖国之外把他迎回祖国，你看他好像都有祖国之爱的。那真正的中国人想从国外想回中国所谓避难的人来了怎么样呢？北京刚刚发布了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个通报，就说有一对姐弟两个人，他们是常年在意大利经商，然后他们自己因为吃药躲过了这个发烧的这个炎症，然后呢避开了这个航检，他们呢从意大利回到了北京。他们回到北京，公安局就抓了，因为公安局认为他们是带着病毒开始感染别人。你不是要把你的侨民迎回来吗？人家现在回到你祖国来避难了吗？你为什么把人家抓了呢？因为这个要抓，因为他们姐弟两人是把意大利的病毒传回中国了，这样就给中共他把这个源头从海外引进，从海外输入，他找到了一个很大的根据啊。你看这两个人回国来传染别人啊，这两个人当然本身很恶劣，因为他们已经自身染病，他们是靠吃药来控制他们的温度以后，骗过所有的航检，然后最终到达了北京。也就是整个一个飞机上面跟他们一起乘坐在一起的人都有可能被他们两人感染上。毫无疑问，中共对这种人进行打击，这种带有病毒然后故意要传播别人的打击，我是支持的。只不过中共他还是政治手段，他打击这两个人是次要的，他最重要是要证明这两个人从意大利把病毒输入回了中国。所以我北京市公安局准确出击，要抓捕他们。无论是中共到海外去把他的侨民接回来，还是说这两个所谓本身在海外里揣着一颗中国心的中国人回到北京企图回国内避难的人，最终都成为共产党宣传的工具。共产党不就这样吗？所以说这是我讲的，王沪宁他利用这个《大国战役》的这本书，本来是想宣传习近平的，但是这本书发行了以后很快就下架，因为他不但没有给习近平带来任何荣耀和夸赞，反而是很多人千夫所指习近平。这是指三王乱席里面的第一王。第二王就是王宗林。王宗林本来是枣庄的一个交警大队的大队长，后来被提拔为党政干部，
到济南市担任过市委书记。这次在整个武汉疫情完全汹涌的时候，习近平临时换将，把这个王宗林呢，把他呢调到武汉来担任市委书记。他担任市委书记到现在只有个把月都不到，就这么短短几天，没看他工作做出什么任何成绩，只看他召集大会要去感谢习近平，要求全体武汉人民要感恩习近平。不知道他这个话究竟是高级黑还是低级红？这时候你让所有憋着一股子冤气的人民去感谢习近平，你是不是在给习近平上烂药？孙春兰到武汉来视察的时候，走进小区，小区的民众一起对他高喊是假的，你做的全是假的。孙春兰不知道是假的吗？孙春兰这一辈子就靠造假才混到了国务院副总理，他不知道是假的吗？他当然知道是假的。假的，那么就去到我们面谈。假的，什么都是假的。所以在假的这个情况下，共产党就是你骗我，我骗你，村骗乡，乡骗县，县里骗到了国务院，大家都在骗。所以呢，这就是中国现在的现状。因此，都在骗的情况下，王宗林要求武汉人民感恩习近平，他也是在欺骗习近平。在这种情况下，给习近平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怨气，因为你王宗林讲了这个话以后，你反而在整个互联网，在整个普通的广大老百姓里面，反而形成了变成灾难是你习近平造成的，现在我们还要来感恩你，这就变成了二王乱席。那么三王乱席毫无疑问是王岐山。可以看到，习近平他在主持召开的这个17万人大会上面，唯独缺席的就是第8常委王岐山。王岐山为什么缺席？坊间有一种说法，说是王岐山讲他自己那2天感冒咳嗽，有没有可能是新冠病毒的侵扰？他说呢，他还不确定，所以呢，他要请个假。如果王岐山真的是有可能已经感染上了，他请假那还好说。如果他根本就没有感染上，跟这个根本无关，他企图用这个借口来不参加这个大会，那倒是有问题了。因为王岐山在整个这个疫情起来以后，他跟习近平的不配合，而且呢，王岐山很多手下，包括我们看到王岐山一向支持的财经杂志的胡苏立，以及王岐山的铁杆好友任志强，任志强现在把大炮炮口一轰，直逼习近平，这都跟王岐山在背后助力有绝对的关系。所以说，三王乱席的第3王就是王岐山。因此可以讲，中南海现在已经分成了2大对立阵营，一个就是习家军，就是坚决拥护习近平，跟着习近平死心塌地干到底的习近平的这些同党；还有一个就是反习的势力。反习的势力肯定在扩大，因为反习的势力很多人他们彼此之间也是勾心斗角的。但是这个时候他们认为把习近平挑战落马的话呢，他们里面中间可以推选他们认为最合理的人来担任这个位置。他们希望救共产党，他们知道习近平在这个位置上继续按照习近平的这个个性来操纵这个党的话，这个党很快就完蛋了。很多共产党的元老很着急啊，共产党很多高层他们看了习近平眼看要把共产党葬送到坟墓里面，他们很着急啊。所以你别以为把习近平搞倒了，这些人上台以后就有可能加速中国共产党的崩溃，就可以推进中国的民主化，你做梦。所有的人都希望维护党，共产党里面的高级官员没有一个人希望党崩溃的，希望共产党灭亡的。他们相反的是要把这个党赶紧把它救活，因为他们看到习近平现在的这个做法只可能什么加速共产党的死亡。这就是中国现在的现状。所以说，习近平现在他已经走在什么？走在悬崖边上，底下的人在吹捧他的时候，实际上都是不断的把他往悬崖边上挤，恨不得一脚把他踹下悬崖。我讲的三王乱席，实际上就是这个道理。所有习近平身边最忠心他的、最高喊着他口号的这些幕僚们，实际上都是加速着习近平的死亡的。因此，习近平现在他已经遇到了整个2020年，就是庚子年，无论是黑天鹅也好，灰犀牛也好，不该出现的全出现了。目前来讲，这个困局绝不会简简单单马上就能解困的。而对习近平一再夸赞的川普同样碰到他自己可以讲他就任这4年来现在最大的困局。川普呢，在中国爆发的整个这个疫情开始之后呢，他自己一直是漫不经心的，他相当不重视。他到最近还在讲说，整个这个疫情啊，实际上就是一个流感，没什么。这是川普他不断地想轻描淡写和低调的处理武汉新冠病毒的事。
但实际上，这个武汉新冠病毒它来势是汹汹的。可以讲，川普在早期，在最初这个疫情刚刚爆发时候，川普处理的手法我是赞成的，也就是川普及时的从中国撤回了侨民，同时川普很快就宣布了不允许中国大陆的人访问美国，而且也限制美国人随随便便到中国旅游，这些做法都是正确的。但是川普他在实施他正确做法的同时，他在嘴巴上不断地夸赞习近平，先是说习近平干得怎么透明，干得怎么好，习近平组织的怎么有能力。过了几天以后，他又说习近平盖了医院，习近平的指挥非常睿智，习近平有绝对这个能力，习近平非常负责任，他这个人有绝对的控制能力，最终把这个疫情完全控制住。这是他第二次夸奖习近平。第三次，也就是在美国这个疫情已经开始不断的这个高涨的时候，川普他呢仍然是轻描淡写说整个这个疫情呢也不过就是个流感。这是川普对外面公众他所有的他的这个论调，而川普这种漫不经心，根本不把这个疫情当作重大事情来看的这件事，给川普已经现在埋下了深深的后果。因为这个疫情完全是不可控的。疫情现在在美国传染的是越来越烈，美国现在受感染的人数是每天都在急剧增加，死亡的人数也在不断的攀升，到今天已经死亡了19个。那么在这种时候，所有过去不在意的人，现在都感觉到这个疫情离自己已经很近了。本来认为离自己很远嘛，没什么事嘛。而川普呢，他一再呢要刻意的低调冷淡这件事呢，川普主要是不希望造成恐慌心理。因为川普大家都知道，他就任这么4年来，川普可以讲他做的任何举措，民主党对他都是批判的，他的政治对手对他都是批判的。而川普他之所以能够始终的牢牢站住他自己的这个地位，那是因为川普他自己缔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济上的成绩，也就是川普他把失业率降到最低，他把人民的收入提高了，他让美国的经济在不断的增长。所以川普呢，他拿到经济增长的这张牌，川普在美国呢就一直呢是非常有本钱的，也是得到大家众口一词夸赞的。所以说，川普本来的选群可以讲来讲是基本没有什么悬念，民主党没有什么人能跟川普竞争。即使是民主党现在选出来的什么桑德斯也好，拜登也好，他们最终随便哪一个胜出，他们跟川普比，他们无论是个人的能力、智慧和他们治国的手段，他们都不如川普的。但是川普你不能犯错，如果你在重大问题上犯错，那川普你一定会丢失到你的选民。现在在整个这个疫情四起之后，川普就是在不断的犯错，因为川普根本就不把这个疫情当做那么回事，他很低调的处理，他怕因为这个疫情四起以后影响美国的经济。因为如果是疫情出来以后，全美都可能形成目前像华盛顿州一样的，西雅图城市现在已经规定，西雅图的民众都应该待在家里面，不要出去上班，不要出去上学。华盛顿大学已经宣布关门，大家就在家里面上网课。那么也就是说，因为华盛顿州它死人特别多，所以华盛顿州不得不采取这么激烈的措施。那么一个华盛顿州是这样，如果大家都是这样，都不能上班，都不能上学，那么也就变成经济立马就萧条了，没有人出来消费了吗？没有人出来工作，没有人来创造了吗？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如果大幅度的滑坡的话，那么川普他自己经济上一直引以为傲的成绩就丢失了。第二个是美国经过这次疫情，它的整个的这个全民健保受到了极大的考验。大家都知道，美国是没有全民健保的。很多中国普通大陆的老百姓不了解，以为到美国看病人人都可以免费的。美国不是这样的，美国只有那个穷人，你非常穷的穷人，你申请的那个白卡，美国政府是帮你看病的。大部分美国人，只要你是按章纳税的，绝大部分的美国人都是要自己买保险的。而自己买保险这个情况，在今年这个疫情发展的时候，就看出它的弊端了。因为自费购买保险的这个成本每年都在加高，所以有很多美国人没有买保险。现在按照全美统计，大约美国人里面有10%的人，就是2-3千万的人，根本就没有买过保险。没有买过保险，也就意味着当这个疫情来的时候，所有看病的钱要自己掏啊，没有保险公司为你支付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他就不去看病了，不去看病他又感染上了，他是不是会传染别人啊？所以说这就看出他的弊端了，他没有全民健保，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在最初关于检测的问题上面，各州的说法不一样，很多保险公司不愿意承担这个检测里面的费用，也就是检测你肯定是要掏钱的。保险公司如果不免费的话，就意味着每一个有可能被感染的人，你去检测你要掏检测费，而这个检测费是绝对不小的一笔费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纽约州州长第一个率先提出，纽约州任何保险公司都不能收取他这个检测费。
保险公司要承担，这是纽约州州长的要求。那么保险公司是商业公司啊，人家愿不愿意承担呢？人家跟你患者是有合约的，人家如果不承担怎么办？不承担就你政府来承担嘛，你纽约州政府来承担嘛。那么是不是美国所有州的政府现在都愿意承担呢？现在联邦政府是讲，你们只管检测，检测的费用不要你们出，由联邦政府来出，那最好由美国联邦政府来测。那么检测出来这个人如果有病的话，那么就要治疗了。而治疗的费用显然是根据你的保险，你在哪个保险公司买，哪个保险公司就会支付你的费用。如果你没买保险就要自己支付啊，自己支付这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对于美国很多普通人，就是连保险都买不起的人，他肯定支付不起这个费用。就像美国从中国撤侨一样，美国从中国撤侨有一对妇女，她们已经经过隔离以后已经回家了，她们回家以后账单就来了，账单来了是3900多美元，这对妇女就觉得自己很难承受这么大的一笔隔离费用。这就也就是检验出美国，它因为是没有全民健保的国家。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全民健保，像加拿大，像欧洲的多数国家。美国作为全球 GDP 第一的国家，美国这么多年来就根本没有解决全民健保的问题。也就是老百姓，你一旦生了病，你要按照你自己交的那个保险，通过保险公司来帮你支付费用。只有那个非常穷的穷人，你可以申请那个白卡，那政府为你支付费用。问题是这个很穷的老百姓，他这个比例在美国整个这个富裕的这个国家人群里面，他占的这个比例是比较小的。加上美国有大量的非法移民，在美国的非法移民最少有几千万，这几千万人基本上来讲，他如果是非法移民，如果他没有身份，他到哪去买保险？买保险是一定你要有合法的身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最少有大几千万人是根本就没有保险的。也就是你生病，如果你绝对是穷人，那么尽管你是非法移民，你是穷人，你也可以得到美国政府帮你支付的费用。如果你不是那么穷，你在美国是有收入的，你的收入是完全可以达到纳税标准，是可以达到自己购买保险的，那你就只能去买，因为国家政府是不会承担你非穷人还要给你免费的。而这一批人，他们又没有买保险的话，就是我讲的这几千万人，他们没有买保险的话，现在他有可能染上瘟疫，而他自己又要支付很庞大的医疗费用之后，他不愿意，他就不去了啊。他不去的话，就有可能他这个感染会继续感染别人。所以说，一个瘟疫过来，马上就拷问你国家的这个制度设计，拷问你现在保险制度的是否合理，拷问美国这个全球 GDP 第一的国家，为什么常年来反而没有全民健保？所以，一个大的疫情，它的这个传播就完全可以暴露美国医疗体系里面的这些漏洞。因为呢，自费成本上升，也就是很多美国人他不能够参保，一部分是那些自己没有能力购买那么高额保险的这一部分人，还有就是一部分那些非法移民。那么这些人他们都显然因为他们自己没有保险，由于自己还要承担很多费用的话，这种情况下他被感染上，他也不去就医啊，他不去就医，这些底层人员是特别容易传染在一起的。因为这些底层的这些比较穷的人，他们经常是聚集在一起扎堆，而这些人由于都是穷人，就变成了你传我，我传你，所以这个传播就会很快。美国医疗体系里面的漏洞不光是没有全民健保的问题，而且缺乏疫病需要你待在家里面自我隔离期间的带薪病假的问题。并且如果你就医，医疗成本很高昂，那么也就带来一部分人不愿意他们支付自己需要自费的这个费用。这种漏洞最后就会导致那些得病的那些传染源的这些病人们都不去就医。而对于正常情况下，如果你有病你不去治，倒霉的是你自己。而传染病就不同了，传染病倒霉的不光是自己啊，会传给别人啊。如果说是穷人治不好，富人也就跑不了，就这么简单。所以一旦这个瘟疫在美国大规模的传播，政府不管是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如果不能够拿出足够的医疗费用，能够保障穷人全部去看病，及时的治疗的话，那么这个病情在美国它的传播和美国大面积的流行是完全控制不住的。美国的医疗中心，也就是 CDC， 他敦促企业一定要让那些已经出现各种症状的员工，让他们待在家里面，但是要支付他们薪金啊。问题是很多人待在家里面就没有工资了。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全美国有3360万的美国劳动者，如果他们待在家里面，他们是无法获得带薪休假的。那么这些人他们愿不愿意待在家里面呢？他们待在家里面就没钱，他们只能去上班，上班他当然就要传给别人了。所以说这个疫情就完全冲击了美国现有的这个保险制度和美国带薪休假的制度。
目前华盛顿州是首当其冲受到灾情冲击最厉害的一个州，所以彭斯副总统已经亲自飞到了华盛顿州去研究当地的这个防疫抗疫的情况。而华盛顿州这些不能够上班待在家里面的员工，不管你是波音的还是微软的，这些员工是不是都能获得他们企业的带薪休假呢？如果微软是可以的，波音是可以的，问题是美国有多少企业能拿出像微软、像波音他们这种企业里面的对员工的保障能力呢？你政府应当是有一个全民保险的能力的嘛。因此这个问题每次美国大选都会有竞选人把他提出来。美国民主党的这个竞选人叫桑德斯，他呢虽然他今年胜选，最终获得选举成功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但是他由于他有这个主张，所以他一直坚持到现在，跟拜登成为民主党候选人里面最后的竞争者里面2位的其中之一。他的竞选主张就是通过全民健保来保障美国的医疗服务，同时把那个带薪休假也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把它写进美国的宪法里面。也就是桑德斯的这个主张虽然需要花大把的钱，但是他这个主张是绝对是受到人们追捧的。因此美国不管谁来当政，都要考虑美国最终要实行全民健保，要实行在疫病发生的情况下，在全民有可能传染瘟疫的情况下，那些需要在家隔离的人，他们应当获得一个带薪休假。这个问题川普他从来都是回避的，川普从来不谈。川普呢，在整个这个疫情发展中，他对习近平是称赞有加。I had a talk with him very recently, and he is working so hard on this problem. He is working so hard, and they're very tough and very smart, it's a significant group of very talented people that are working, and they're calling up Dr. Fauci. They're calling up our people. We're dealing with them. We're giving them certain advice. We actually have through World Health. We have them over there also, and we have a lot of our people making up that group that went over there. No, he's working very hard. It'd be very easy for me to say, doesn't matter what I say, really. I can tell you, he is working. I had a long talk with him the other night. He is working really, really hard. He wants it to go away from China and go away fast, and he wants to get back to business as usual. 他每次再一次习近平，他就丢1次分；他再一次习近平，他就丢1次分。支持川普的都是美国那些中低收入的底层工作者，这些人因为川普创造了良好的经济，他们获得了就业机会，获得了收入提高，他们显然是夸赞川普的。但是如果这个瘟疫在美国扩散，大家既上不了班，又获得不了带薪休假，又没有钱到医院里面去看病，又不能实行全民健保，政府又不给他们出所有他们能够医疗和救治甚至检测的钱，哪个人还拥护你川普呢？因此川普他一定要为他不断的夸赞习近平去埋下苦果的，因为川普对习近平的这个夸赞完全是违背事实的。现在中国人不是习近平能够控制中国人的传染能力，而是现在中国人继续在到处传染。我们举一个例子，从泰国飞往上海的一个航班上面，一个中国女人，她就是因为对人家检测人员非常的不礼貌，故意对人家大声咳嗽，然后把她自己的这个唾沫，可以讲叫唾沫飞溅，因此被人家航管人员把她扭送至当地的警察局。เอาแม่มาช่วยจับแล้วแอนคับมาแอนคับมาดูเลยนะครับจับปลอดภัย Stay dow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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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Stay down please 这要干嘛呀？ต้องบอกไหมมาไม่ได้หรอก。那么这种事情发生，你能够认为是中共已经控制了现在这个疫病传染吗？中国一直是隐瞒全球、隐瞒国民、隐瞒全世界的。中国在疫情爆发初期，在自己已经明知有3000多名医务人员感染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对国民宣称可控可防不传人啊。国务院一个调查组的高级官员，他在一个讲话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啊。我们在疫病发展的初期，我们就知道已经有3000多个医务人员全部传染了。不可否认在这次大疫情发生的早期，主要是今年1月份和1月份之前这个湖北省有超过3000名医护人员被感染。但是他们的专家王广发呢，他到武汉回来，他仍然说可控可防不传人呢，他自己都被传染上了呢。就这样一个满嘴谎言的专家，中共现在也把他当成英雄，把他授予先进模范工作者。而且中共在明知道
已经大规模的传染，光医护人员都传染了3000个人的情况下，还派出刘鹤到美国来签订了中美贸易谈判的第1阶段的协议。你川普对这个问题难道你不知道吗？你明知道中国现在有大规模的疫情传染，你怎么还一再在夸赞习近平呢？你夸赞习近平的结果，很可能是你川普2020年竞选大选的滑铁卢。中共现在已经变本加厉啊！中共通过他国内，一是进行言论管控，进行对老百姓的威胁维稳。主要的这个疫区所在的这个城市全部进行封城和管控他们的言论之外，中共对全世界现在都散布的就是全世界都欠中国一个感谢，全世界都欠中国一个道歉，而且中共把持了世卫组织，让世卫组织为中共不断的洗地，因为世卫组织洗地有功，中共就决定给谭德赛再送2000万美金，给谭德赛再捐款2000万美金。谭德赛拿到这2000万美金，就跟世卫组织这些高官，然后在世界各地吃喝玩乐，到处游山玩水，然后就不断去宣传，全世界都欠中国人民的道歉，全世界人民都要感谢中国。感谢中国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中国已经有很多带菌者，他们已经散布在全球，他们在全球到处都形成了感染源，而且他们在哪都祸害世界。美国 Costco 是美国最大的连锁超市，也是美国中产阶层最喜欢光顾的这么一个超市。这个超市里面就拍下过一段视频，就是有一个中国女生，她跑到这个超市里面，她把一盒小番茄把它打开，她把里面一部分吃掉。那么他如果是带菌者，他吃过以后，也就是这个小番茄这盒被哪一个买过去，就100%被感染上了。然后这个女人还很贪心，她把2盒小番茄打开，把其中1盒的小番茄抓起来呢，把它放到另外1盒里面，也就是增加那盒的数量，也就是把那个增加盒数量的那一盒，她把它买回家。因为什么？她花同样1盒的钱，但是获得了更多的数量。这个也可。你可这么厉害？要说，要是都是亏的，我先把它看了。这里先切点。这就是这个中国女人拙劣的表演，她不仅仅是她自己占便宜很可恶，很可能是因为如果她是个带菌者，她吃过的那盒饭圈里面就留下了传染的病患。那么为什么中国它总是输出毒源，输出传染源？为什么总是输出恶毒呢？这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党培养下的是不会对这个世界有任何责任的，他们只考虑自己自私自利。小一点讲是他们贪图一点小便宜，大一点讲这些人就是在祸害人类，祸害别人。所以这样的人，川普去夸赞像习近平这样已经把自己病毒已经染到全世界，在全世界用病毒结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人，川普不去打击他，不去抨击他，不去铲除这个病毒的根源，川普反而要夸赞他。因此我可以讲2020年对中共对习近平来讲是他的这个内乱的庚子年，对川普来讲同样是他2020年竞选的滑铁卢的一年。如果你川普现在还不能醒过来，对习近平有足够的警惕性，对习近平有足够的打击性，川普丢失到今年大选白宫的席位是完全有可能的。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